小心啊！哎呀，谁这么缺德呀？想谋杀呀！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啊！好的，别妨碍工作。命啊！来来，最后一点啊！别妨碍工作啊！高 Sir， 凶案现场在3楼，全家人遇害，一共有4个死者。胡医生到了没有？我就是跑到这里。还好，马上死那么叫救护车。多人，还说还好。高 Sir， 伤者在这边，绑上止血带，送去医院。好的。能不能救活？应该可以。明明检查过他没呼吸了，你们人还没上来，怎么知道他没死？人死了之后血会凝固，刚才有滴血滴到楼下，我摸过那滴血还不是很黏，所以我怀疑楼上应该有人没死。还有，我们可以检查他的眼球，因为一个人死了之后，角膜就会失去水分，所以眼球看起来会有点浑浊。相反来说，要是眼球看起来还是清的话，就算他没有心跳，也可能只是休克。这么专业的知识，你们没有发觉不稀奇。哎，对了，怎么没看见张 Sir？ 张 Sir 升职了。哦，今天新上司上任，是女督察。沈雄，哎，来了。法医跟法证到了没有？你好，我是法政部高彦博，我是法医古泽琛。我发现马桶盖有鞋印，水管上也有鞋印，还有些布屑勾在那儿。我怀疑凶徒从这里进出。出去看看其他几个死者。高 Sir， 检查过门和所有的窗户，没有被人撬过的痕迹。伟民，你去采集水管上的鞋印和布屑，马桶盖也有鞋印。高 Sir， 厕所有什么发现？伟民说门锁没有撬过的痕迹，这么看起来，歹徒很可能是从厕所那条水管爬进屋里，犯完案之后呢，也是爬水管离开的。对了，刚才从外墙往下看，看到后巷有很多脚印。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办这个案子的梁督察，这位是 SEO 莫淑媛，那位是生化组的刘国明。您好，麻烦您了。Madam， 高 Sir， 我们发现3个死者的家人分别是夫妇俩和小女儿。至于刚才你跟那位古医生，果医生救活的是大儿子，爸爸是珠宝供应商，他书房里有个保险箱，贵重的东西已经不在，只剩下一些证件。谢谢。对了，这颗钻石我们在地上发现的，重量大约1克拉多一点，颜色比对呢应该是属于1卡了，批发价1颗要3万块。我们还发现扯破的丝绒袋，应该是放钻石的。在房门口还发现另外1颗钻石，看来凶徒应该是在逃走的时候不小心留下的。整个现场像是一个劫杀案，也就是说，很可能是屋主跟歹徒在争执的时候，不小心扯破丝绒带，钻石就掉出来了。Madam， 住在2楼的2位老人终于肯开门了，我们现在下去。这里麻烦你了。不用客气。淑媛，再看看有没有别的发现。阿琛，怎么样？根据血液沉淀造成的尸斑来看，3具尸体没有被移动过的痕迹，这里很可能是案发第一现场。父母的尸体干温是摄氏32.2度，
估计死亡时间应该是凌晨3到4点。但是女儿的尸体干温比较高，有摄氏34.4度，估计死亡时间比父母晚1到2个钟头。其实凶手要对付这个女孩子，一刀已经能够使她失去反抗能力，甚至死亡。为什么要捅她那么多刀？我看应该不是普通劫杀这么简单，很有可能是仇杀。你再想想清楚。我们夫妇都耳背，关了窗子开冷气睡觉，什么都听不到的。平时啊，我们跟谭先生啊客客气气的。大家后退一点，警察板后退一点，后退一点啊！你们昨天晚上几点睡的？我们很早就睡了啊。阿 Sir， 你好厉害呀！刚才我看见救护员送一个重伤的人去医院，怎么样？原来不是全部死了，还有一个救得活，难怪刚才你会说还好。小姐，别妨碍我们办案。当心啊！高 Sir， 如果要上3楼取衣物纤维，就要搭棚架，我已经安排工人来了。另外，那边地上有一组染了血的脚印，这组脚印到了垃圾桶就没有了。带我看看。就是这儿。应该刚刚倒完垃圾。高 Sir， 在屋里找不到凶器。林小姐，我想问你，你报警之后有没有看到其他人进出村屋啊？没看见，刚才我留在这里等你们，要是有其他人进出的话，我一定会看见的。小姐，啊，你是不是住在附近？对呀，你看得出来呀？我看你穿背心、短裤、运动鞋，还带着腰包，难道坐计程车来这儿跑步？你知不知道垃圾车倒完这里的垃圾之后，还会去哪里倒？哦，我知道了，你一定是想从垃圾堆里找出凶器或者证据。可是垃圾车7点半收完这里的垃圾之后，再去隔壁村，再去马石村，现在8点半了，可能去了堆填区。伟民，你留在这里处理善后，其他人跟我上车。喂，是环处吗？高 Sir， 查到垃圾车的车号是 EN8683， 我打过电话给司机，电话通了，可是没有人接，我会继续的。好的，谢谢。车号是 EN8683， 大家留意一下。我知道前面有条捷径，可以快点到堆填区。要是垃圾倒在堆填区就麻烦了，时间过得越久，重物受到污染的机会越大。EM8683刚刚开过去了。赶上他。停车！停车！司机麻烦你停车！拦停他！高 Sir， 这次用什么方法？我们就4个人，而且范围是长方形。用区块法，每个人从脚位开始向中心搜查。我们的目标是凶器，或者任何跟凶案有关的证物。立刻开始。有发现！这几样物件都有血迹，国民做血液测试。高 Sir， 人血。高 Sir，哎，健身。
小刚啊，哦，高 Sir，这块玻璃拼了整整8个钟头了，还没拼好。其实是9个半钟头才对，我刚刚才拼好。你拼了9个半钟头，有什么发现？玻璃上面有块脸印，我猜那个贼呢，在进学校电脑室偷电脑之前，他，把脸贴在玻璃上面，想看里面有没有人，所以贴上的脸印上去，那就像这样。啊，小刚，这件案子发生在国际小学里，既然是所小学，当然是有很多小孩子了。小孩子什么都玩的，把脸贴在玻璃上，有什么奇怪？还有，学校那么多人，人来人往，难保脸印不是老师留下的。对啊，你看清楚这块玻璃，脸印这么大，怎么会是小孩子留下的？还有，资料也说了，这块玻璃是装在门上的，离开地面差不多有6尺，小孩子怎么会有这么高大呢？说的对，也就是说，你刚才的推断应该没错，这脸印很有可能是歹徒留下的。小刚，你进了法政部2年了，你要对自己有信心才行，别让人一质疑就整个人不知所措了。知道了，高 Sir。知道了还不赶快从玻璃上刮些唾液和油脂下来，送到 DNA 库去，看能不能找到对比。哦，我马上做。高 Sir，怎么样，德安？刚才西贡村屋那件案子的资料，我全都传到你的电脑里了。好的，谢谢。哇，洗过澡了，还有一股垃圾味儿。要不是怕污染样本呢，我一定整瓶香水往身上倒了。你还是煮点咖啡吧。我们今天找到这么多证物回来化验，接下来的节目一定很丰富。我知道，物理组的马建生已经在化验我们在现场发现的鞋印是属于什么类型的鞋了。会不会跟我们在垃圾堆找到的那只鞋一模一样？记者提醒国明，叫他从扳手和那把刀上面采集血液和皮屑样本之后，尽快把这2件证物交给警方，让他们采集指纹。还有，叫国明化验所有拿回来的血液样本之后呢，跟着就立刻送过来，让我们可以尽快回到现场做血溅痕迹分析嘛。要是凶手在现场真的受过伤，他一定会留下 DNA 的，他跑不掉的。为了钻石，一家4口都不放过，也太狠了。我们一定要尽快找到线索，把报告交给警方，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在黄金时间之内抓到凶手。那就是3天了，有点压力哦。坐这个位子有压力正常，还不开工？喂，小柔。爸，怎么今天这么早下班？嘿，你叔叔很容易说话的，公司也没什么事做，我就跑到菜市场去买菜。今天想吃什么鱼啊？无所谓啊，你做主。我本来想买条黄花鱼，可是到菜市场一看，黄花鱼又贵又不新鲜。鱼最重要的是新鲜，不过你买什么我就吃什么。外面刚死了3个人，我们的 Madam 在想今天吃什么菜。女人就是女人。不是，我以前听说这个 Madam 在扫黄族很厉害的，所以才调过来当我们的头。看样子就不像了，你这个情报不灵光。是啊，所以我看见苏梅啊很便宜，不够新鲜呢，但是青斑很新鲜。喂，小柔。啊，爸，你买什么我吃什么。那就买青斑了啊，不耽误你工作了。好，拜拜。买的。苦干了这么久，终于有东西吃了。买的那份我也买了，可是我不敢拿进去。虽然不知道它有什么好，不过门面功夫还是要做的。行了，我来吧。哇，你们还有心情一直吃东西。心怡，去医院看谭伟生的情况，醒了就通知我们。Yes, madam。另外，谭德是做钻石生意的，据说阿胜去调查哪些人知道谭德把钻石放在家里，还有那批钻石的价值和来历。Yes, madam。另外，我在谭丽玲的手机看到这张照片，我怀疑他就是女死者的男朋友。早上我在封锁线外面看到他。女朋友家里出事，他都没有半句话，只看热闹，摆明有点不对劲。不止，我眼就瞄他的时候，他掉头就走。你去查他的资料，肚子饿就边走边吃吧，快一点啊！全都我们做了，他做什么？做饭喽。
郭医生，麦登，找我啊？我想看解剖，希望看了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您介不介意啊？没问题。你之前从哪组调过来？扫黄。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解剖的话，最好要有心理准备，因为你之前有很多警察看过之后都是吐着出去的。我知道，但是我来是想帮他们找到凶手，我想我可以的。好。死者谭德，男性，55岁，左肩有瘀伤，像是被重物所击，不像是意外造成，应该是2、3天前的旧伤。这么说，他2、3天前跟人打斗过。他身上一共有14个刀伤，伤口面积大小都不同。照表面看，应该是有2把凶刀，我识别为 A 刀和 B 刀。有4个伤口是由 A 刀造成，其余那10个伤口是由 B 刀造成的。致命一刀应该是由 A 刀直刺心脏，那么多伤口像是仇杀。你的意思是当时有2个凶徒？我只能回答你，应该是有2把凶刀。死者谭丽玲，女性，19岁。死者双手一共中了4刀，其中1刀方向是由手腕位置砍到手肘位置，是属于抵御性的伤痕。胸口中了2刀，应该是致命伤，也同样是由 A 刀所造成。法证在那天只找到1把凶刀，第2把凶刀还没找到。你们探过女儿的肝温，是不是女儿比父母死得晚？女儿死亡时间应该比父母晚1到2钟头。这就怪了。正常情况遇到自己父母被人砍，要么就跑，要么就喊救命，要不然躲起来。可是他什么都没做。还有啊，他还穿着睡衣，就是说他不是从外面回来。死者应该没有被性侵犯过，子宫颈有被鸭嘴钳扩张过的痕迹，应该曾经刮过宫，应该是2、3天前曾经做过人工流产。就是她怀过孕，而且刚刚打过胎。应该是。对不起。喂，好，我马上来。郭医生，我的部下说找到女死者的男朋友，我要走了。要是有什么新发现，请你通知我。OK。